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来找我说自己脾气不好，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往往很轻，好像只是一个性格标签，可他们的眼神却不轻，那是一种疲惫的眼神，是已经在生活里撞过无数次墙之后才慢慢生出来的。脾气不好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形容，它像一条暗流，平时不声不响，可一旦翻涌就会把很多东西卷走，关系、机会、身体，甚至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任。我见过太多人明明不是坏人，却因为脾气把自己的人生一步步推向谷底。他们事后也后悔也自责，可下一次情绪上来还是控制不住，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天生就这样，是不是改不了，是不是命里就注定要一个人扛。可在佛法里从来没有天生如此这四个字。佛陀说一切法从因缘生，脾气也是因缘，不是本性。我们先不急着谈修行，不急着谈改变，先慢慢看一件事，脾气不好究竟在悄悄影响你什么？很多人以为脾气影响的是别人，觉得自己发火受伤的是对方，可真正被影响最深的往往是自己。一个人一旦习惯用情绪回应世界，内心就会慢慢失去弹性，事情稍有不顺，心就绷紧，别人一句无心的话都会被听成挑衅。世界本来是中性的，却被情绪染成了对立。增益阿含经里有一句话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心就像一位画师，世界呈现成什么样取决于这颗心。脾气不好的人心里往往住着一位急躁的画师，他下笔很快，却从不留白，所有人和事都被画成非黑即白。久而久之，这样的人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，不是没人靠近，而是靠近的人很快就被推远，因为没有人能长期待在一座随时会爆炸的情绪旁边，哪怕是最亲的人也会在一次次受伤后选择沉默，选择后退。这时候脾气不好的人常常会说一句话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？可佛法提醒我们，理解从来不是靠情绪换来的，情绪只能换来恐惧、退让或者对抗。我曾见过一位中年人，事业不差，家庭也还在，可他坐在我面前时却说自己每天都像活在废墟里。他说孩子怕他，妻子不愿说话，同事只谈工作。他想不通，自己明明这么努力，为什么身边却一个人都留不住？我问他一句话，你上一次心平气和地听别人把话说完是多久以前？他愣住了，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，而是因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脾气不好的人最常失去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倾听的能力。心一急，耳朵就关了，耳朵一关，世界就只剩下自己的声音。法句经里说，愤怒能毁一切善。这句话不是在吓人，而是在提醒，情绪一旦失控，之前积累的善意会被一把火烧掉。很多关系不是断在大事上，而是死在一次次小小的发火里。语气重一点，表情冷一点，话说快一点，都在一点一点削弱别人留下来的理由。更可怕的是，脾气不好最后会反噬到身体。佛经里常说，身心不二，心乱身就不会安。长期处在愤怒和压抑里的人，睡眠很难真正放松，身体像随时在备战，气血不畅，呼吸变浅，内脏长期紧绷。很多慢性的病其实不是从身体开始，而是从情绪里慢慢长出来的。可即便如此，人还是舍不得放下脾气，因为脾气有一种错觉，它让人以为自己很强。发火的时候声音大了，气势出来了，好像掌控了一切，但那只是短暂的幻觉。
等情绪退去，留下的往往是空虚和后悔。佛法里把这种状态称为被烦恼所使，不是你在用情绪，而是情绪在用你。如果一个人长期被情绪牵着走，命运的方向感就会慢慢消失。不是运气变差，而是判断变钝。该忍的时候忍不住，该放的时候放不下，该看清的时候却被怒气遮住了眼睛。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：脾气不好看起来是情绪问题，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人生的走向。可佛法真正慈悲的地方在于，它从不把问题变成定论，只把问题当成入口。脾气不是罪，它是一封信，提醒你内心有地方受了伤，却一直没人安抚。很多人以为脾气不好是因为性子急，可真正走得深一点就会发现，脾气从来不是最先出现的东西，它往往是最后一道防线。在佛法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受。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境之后，心里会掀起一种感受，舒服不舒服说不清楚。这些感受如果被看见就会过去，可一旦被压住就会在心里堆积。脾气不好的人往往不是感受太多，而是感受太久。那些没被说出口的委屈，没被承认的疲惫，没被理解的付出，都被一层一层地按进心里。表面看起来没事，可里面早已经长满。在《阿含经》里说，若人不观受，受即生爱取。意思是，一个人若不去觉察自己的感受，感受就会变成执着，最后变成苦。很多脾气差的人其实很能忍，他们年轻时忍家庭，忍环境，忍不公平，忍不被尊重，忍到后来连自己都忘了，原来心是会痛的。于是情绪开始变形，不再是清楚的难过，而变成模糊的烦躁；不再是直接的委屈，而变成突然的爆炸。你可能也见过这样的人，平时看着挺正常，可一件小事就能点燃所有怒火。旁人觉得莫名其妙，可当事人却觉得自己已经忍到极限。不是那件事有多严重，而是它刚好戳中了满出来的地方。佛法里把这种状态叫积极。烦恼不是一次升起的，它是慢慢存起来的，而脾气就是那个溢出来的声音。问题在于，当情绪以脾气的方式出现时，世界就只看见了你的怒气，却看不见你曾经的忍耐。于是你越发觉得不被理解，越不被理解，脾气就越重。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形成的循环。久而久之，一个人会开始给自己贴标签，我就是这样，我脾气不好，我改不了。可佛陀从来不认同这种说法。在佛法里，没有不可改变的性格，只有尚未被照见的习气。习气是什么？就是重复太久的反应方式。当你每一次受伤都选择压住，每一次不安都选择硬撑，每一次不被尊重都选择算了，情绪就学会了另一种出路，它会在最不受控的时候替你说话。这也是为什么脾气不好的人事后往往特别后悔，不是因为不懂道理，而是那一刻根本不是理智在做决定。中阿含经里有一句话，心为法本，心遵心始。心是一切行为的根本。当心被情绪牵着走，人就会变成自己不认识的样子。还有一种情况更隐蔽，有些人表面脾气不大，可一旦发作，伤人极深。他们平时不吵不闹，话也不多，可心里的不满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被转成冷漠、讽刺、翻旧账，甚至在关键时刻选择抽身而去。这种脾气不吼不叫，却更冷。它同样在破坏关系，只是方式不同。佛法不把情绪分成好坏，它只问一件事：你是否被它牵着走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心都来不及安住，
那他对世界的回应一定是失衡的。慢慢的，脾气不好的人会发现一件更深的影响，他开始不太信任自己，因为每一次失控都会削弱内在的稳定感。你会担心自己什么时候又会发火，会不会再一次说错话，会不会把重要的人推远。这种担心本身又是一种紧张，紧张久了，心就更容易失控。佛经里说，不调伏心，则为心所害，不安住心，终究会被心伤害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些人明明条件不差，却活得很累，不是外在太难，而是内心一直在内耗。脾气不好看似是向外发泄，其实是向内消耗。它消耗你的精力，消耗你的判断，消耗你对未来的耐心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很清楚一件事，脾气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有根有因，也有它想保护你的地方。可如果不看清这个根，脾气只会一再重复。换人，换环境，换阶段，都一样。很多人一听到修行就以为是压住情绪，压住脾气，压住自己，于是表面看起来温和了，内心却更紧。这种压不但不能解决脾气，反而会让情绪在暗处继续发酵。佛法从来不是叫人忍气吞声，佛陀讲的是觉，不是不生气，而是知道气从哪里来。念处经里反复强调一件事，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、观法，意思不是分析，而是如实的看，不美化也不责备。真正开始改变脾气的人，往往不是从忍开始的，而是从承认开始。承认自己累了，承认自己受伤了，承认自己其实很怕失去，承认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。当一个人开始允许这些感受存在，脾气反而会慢慢松动。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，情绪被看见的那一刻，力量就减了一半。佛经里说，知苦即离苦，不是苦消失了，而是你不再被它牵着走。很多脾气不好的人，其实长期活在对抗里，对抗现实，对抗别人，对抗自己内心的脆弱。他们不允许自己软下来，一软就觉得输了，一退就觉得没价值。可佛法里讲的柔软，不是软弱，而是有空间。水为什么能穿石？不是因为硬，而是因为不断，而且不对抗。脾气不好的人，心里往往没有空间，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，压力、期待、责任、恐惧，全都同时发生。一件小事进来，就像最后一根稻草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是马上改脾气，而是先让心有一个能呼吸的地方，哪怕每天只有几分钟，坐着，不想道理，不处理问题，只是单纯的觉察呼吸起伏，觉察身体哪里紧，哪里热，哪里在用力。这不是逃避，这是在重新认识自己。当一个人开始熟悉自己的内在状态，就会慢慢发现，原来情绪出现之前是有信号的。呼吸变快，肩膀上提，下巴咬紧，胃部收缩，这些都不是坏事，它们只是提醒你已经在承受了。可过去你忽略了这些提醒，直到情绪用更大的方式把你拉回来。佛法里把这种觉察称为正念，不是让你变好，而是让你变清楚。一旦清楚，你就有了选择，不是被情绪推着走，而是知道此刻的心需要的是安抚，而不是爆发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脾气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他们不允许失败，不允许犯错，不允许慢下来。可对外要求越高，
对内就越苛刻。心长期处在被审判的状态，怎么可能安稳？《法华经》里有一句话：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意思是一切本性本来是安静的，不是你天生躁动，而是后来背得太多。当一个人开始对自己宽一点，情绪自然就不需要用激烈的方式争取空间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脾气并没有消失，但它不再主宰你。它出现，你知道；它停留，你陪着；它离开，你看见。这一刻，你不是情绪，你是那个正在觉察的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，也是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地方。因为从这一刻起，你不再需要通过发火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不再需要用情绪换取被看见。你开始知道，真正的力量是安住，而安住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事，它需要反复，需要跌倒，需要一次次发现自己又被带走了。但每一次发现，都是修行真正开始的地方。当一个人真正开始安住自己的心时，最先发生变化的，往往不是外在关系，而是内在的节奏。你会发现，事情还是那些事情，压力也并没有突然消失，可你不再那么急着反应了。这是一种终于不用随时备战的松弛。脾气不好的人，过去一直活在一种紧绷的警觉里，好像世界随时会伤人，随时要防御。可当心慢慢安下来，你才会意识到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外境真的那么可怕，而是内心已经太久没有休息。佛法里有一句很朴素的话：心安即是归处。当心有了归处，人就不再飘。这时候你再回头看脾气这件事，会有一种很不同的感受。你不再急着讨厌它，也不再急着改掉它。你开始理解，它曾经是怎么一路陪你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。脾气其实是一种笨拙的保护，它替你挡过委屈，替你撑过脆弱，替你在没有人站出来的时候站了一次。只是他用错了方式。当一个人终于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心时，这种保护就不再需要那么激烈，情绪会慢慢退到该在的位置。你会发现，话可以慢一点说，反应可以晚一点给。很多以前一定要争的东西，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不是你看淡了人生，而是你终于不再把所有重量都扛在情绪上。关系也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变化。不是所有人都会留下，但留下来的会更真实。你不再靠发火证明立场，不再靠冷处理表达不满，你开始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让情绪替你说话。这一点非常关键。佛法讲正语，不是说漂亮话，而是核实、真实、不伤人的话。当心稳了，语言自然会变得有分寸。很多曾经走散的关系未必会回来，但你不会再因为他们而反复内耗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只能用脾气换取存在感的人。再往深一点看，脾气真正放下时，一个人对命运的态度也会改变。你不再那么急着要结果，不再把一时的得失看成全部。你开始理解，很多事情有它的因缘成熟时间。《金刚经》里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不做事，而是不被结果绑住。当一个人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选择就会慢慢清明。清明的选择才会累积出真正稳定的人生。你会更知道，什么是值得投入，什么人值得靠近，什么情绪其实不必再继续喂养。到这里，其实你已经看见了，脾气不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缺点那么简单，它是一段生命经验留下的痕迹。佛法不是要你否定过去，而是邀请你用更慈悲的眼光看待自己。如果你曾经因为脾气伤过人，那不是你本意如此，只是那时的你还没有更好的方式。
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情绪感到羞愧，请记住，能觉察到这一点，本身就是觉醒的开始。修行从来不是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慢慢回到原本不需要那么用力的自己。最后，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不是脾气毁了你的人生，而是你太久没有好好安顿自己的心。当心有地方安放，情绪自然会轻轻放下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